现在已经12月了，所以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苹果今年应该是不会更新任何 iPad 系列的产品了。其实是挺失望的，这是苹果有史以来第一次一整年没有发布或者更新任何 iPad 的产品线。那我相信很多等待想要买下一代产品的朋友可能更加的焦虑了。其实我自己也是啊，因为我之前的那款2018的 iPad Pro， 我把它给了我的家人长辈使用，所以我自己现在也是没有 iPad 的。那我自己也在考虑到底要不要现在入手一台。考虑到便携性，我自己是想买一台 iPad mini， 但是大家也知道 iPad mini 6 21年出的，我其实自己也挺纠结，所以我最近呢是关注了一些关于 iPad 的一些产品的一些消息，所以今天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下。那我们先聊一聊关于 iPad Air 和 iPad Pro 的一些消息吧。根据彭博社马哥们的消息在2024年苹果是打算发布新的 iPad Air 和 iPad Pro 的机型，而且两款机型都会有一些很容易就注意到的一些改变。首先就是 iPad Air 会有2个尺寸，是有史以来第一次iPad Air 要发布2个尺寸。较小的尺寸呢是 10.9 英寸，更大的尺寸是 12.9 英寸。12.9 英寸的 iPad Air 那其实就和现在苹果大版的 iPad Pro 是一个尺寸了。那我其实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是有一点点疑惑的。那如果下一代 12.9 英寸 iPad Air 发布了之后，跟同一代的 12.9 英寸 iPad Pro 比，肯定是要更划算的。那我如果选择购买这一代，也就是 M2 的 12.9 英寸 iPad Pro， 在性能和价格上到底是哪个更占优势呢？因为我很难想象 12.9 英寸的 Air 会比 M2 的性能要更加强劲。至少说在屏幕刷新率上，它大概率是用不上 ProMotion 120赫兹的。所以到时候这个选择可能又会引起很多朋友的一个纠结了。那再说到 iPad Pro， 2024年的 iPad Pro 将会用上 OLED 的显示屏。其实苹果早就在 iPhone 以及 Apple Watch 上用上 OLED 了，但迟迟还没有把这个技术用到 iPad Pro 上。当然这也是因为更大的 OLED 屏幕在成品率以及质量上面需要有更高的把控，做大规模的生产。那和 LED 以及 Mini LED 相比， OLED 可以提供更加深的黑色以及更加生动的色彩。哥们也是在这里提到了 OLED 是只会用在 iPad Pro 上的，是一个 Pro 专有的特色，是不会用到 iPad Air 上的。那哥们也说高端版的 iPad Pro 会装备上最新的 M3 芯片，也就是苹果今年早些时候才发布的那一系列芯片。M3 芯片用的是3纳米的工艺，它在图形处理上的一些性能要比现在 M2 有比较显著的一些提高。那接下来要说的就是关于 iPad mini 和低端版的一些 iPad 数字版本的一些情况了。苹果也会在2024年更新这些机型，但是现在不太清楚的就是这些机型是不是会和 iPad Pro 和 Air 一起更新。因为目前的消息是 iPad Air 和 Pro 很有可能在明年上半年大概3月份的附近更新，但是剩下的不知道是在同一场还是说会在下半年更新。我个人肯定是希望上半年一起更新掉了，这样我如果想买的话就可以买了。但是现在的话也不是很确定，如果它一次全部更新的话，会不会对于他自己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这种压力，等于要把所有的产品都备好，只能说希望吧。然后在后面越靠近那个时间点的时候，再看看有没有更加确切的消息出来。然后关于 iPad mini 和低端版的一些 iPad 数字版本，基本上不会有特别大的更新，就是会有常规的芯片上的更新，然后在设计上应该是不会有大的改变。那除了这些机器的更新，苹果还计划要推出新的 Apple Pencil 和新的 Magic Keyboard。Apple Pencil 其实刚刚推出了，但是那个很明显并不是给高端版本使用的，所以这次他们想继续推出的一款 Apple Pencil， 我猜测是不是要搭配新推出的 iPad Pro 和 iPad Air 给高端线使用。另外 Magic Keyboard 的话会使用一个更加坚固的边框，然后是用铝合金制造的。而且新的 Magic Keyboard 据说会让 iPad 在外观看上去更像一台笔记本电脑。那以上就是差不多最近关于 iPad 整个产品线发布时间的一些消息。那我个人的话，最期待的还是 iPad Pro 和 Air， 特别是 Air 要出一个新的 12.9 英寸的屏幕大小，所以是挺值得期待的。但是我也会看我到时候会不会改变主意啦，因为我现在其实最想买的还是个 iPad mini， 便携性更好嘛。如果 Air 或者 Pro 有什么特别大的更新，让我觉得很值得尝试的话，那我可能也会改变主意。不知道你会选择想购买哪个 iPad 的产品？你有特别在等待的吗？那欢迎你在留言或者弹幕留下你想要买的那款机型，以及你觉得出了什么样的功能
你会特别想买，或者说你很期待它发布的时间是什么，都欢迎大家在评论或者弹幕里面留言讨论。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关于 iPad 的一些分享，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拜拜。